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一提到老年痴呆症，许多人都很害怕，担心自己以后到老了会不会得老年痴呆症。在我们的印象中，老年痴呆会慢慢的忘记许多的事情，甚至忘记自己的亲人，是个很可怕的疾病。老年痴呆症的学名又叫做阿尔兹海默症，全世界每3秒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老年痴呆患者。开发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药物困难重重，临床上最常用的药物就是施柏海、易贝生、安里生、阿瑞斯等，但这些药物只能改善症状，并不能逆转疾病。其实预防老年痴呆，大家不应该等到自己老了才开始准备，而是从现在开始。因为据目前的现象和各种研究都表明，老年痴呆已经越来越年轻化，大概在45岁左右，甚至出现了30多岁的病例。且由于老年痴呆的病程一般只有轻度、中度、重度的3个阶段，越早预防也就越好。要从现在做起，莫到疾病突然来临时后悔不已。光从病情描述来看，老年痴呆症就很可怕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老年痴呆的呢？主要原因有以下5点。一、食物过于油腻。在人的天性中，油脂的摄入会使我们大脑产生多巴胺，感到快乐。但是万一控制不好摄入的量，吃的食物太过油腻时，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会不断的升高。医生提醒我们，胆固醇升高会使得老年痴呆的几率大幅的上升，甚至提升3到5倍。事实上，过于油腻的食物也更容易吃得太饱，而这也是不利于预防老年痴呆。长期如此，使得食物残渣在肠道中来不及消化，就被细菌所分解。分解的产物含有有毒物质，能够损伤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最后导致思维迟缓、记忆力下降、智商降低。所以不提倡吃得过于油腻过饱。2、久坐不动。现在很多上班族在电脑前一坐就是1天，长期久坐不仅对人的腿、背、腰造成伤害，还容易得老年痴呆。适当的运动能够让大脑处于兴奋、有活力的状态，能够有效的预防老年痴呆。3、不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控制和保养。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许多人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很多人由于不是很严重，对病情控制力度不大，也不注意保养，这就导致血液时常很粘稠，浓度很高，影响到大脑的正常代谢。由于大脑代谢受阻，周围的神经系统会受到波及，很容易就会诱发老年痴呆症。如果对病情不加控制，不注重保养，那么老年痴呆症发病率会非常高。4、不爱动脑。如果平时不爱动脑，不同他人进行社交，大脑皮层受刺激就不多。越是上年纪，大脑刺激越少，就越容易导致大脑退化，则老年痴呆症发病率也就会越高。5、嗜睡和睡眠不足。一个成年人的正常所需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但若特别的嗜睡，那么可能预示大脑健康出现了问题。同时，睡眠过少的人也有较高的患病风险。据研究表明，睡眠和认知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当一个人缺乏足够的睡眠，大脑中的贝塔淀粉蛋白质沉积加速，这种蛋白质会造成大脑失忆，越是沉积，越是危害睡眠，让人陷入恶性循环，损害大脑功能。1、自测老年痴呆的方法。老年痴呆症病因复杂，无法逆转，但好在它有早期征兆，我们可以通过自测提早的发现，提早干预，这对患者本身或是其家庭前景而言明朗许多。1、语言。正常人说话通常具有连贯性，若说话时出现多处停顿，经常发出爱啊等的辅音，
或是不断的重复用某些字，这可能是语言神经系统下降的迹象。人的思维能力出现了障碍，尤其是短时间内密集的出现上述状况者，有明显的表达困难人，那就需要特别关注。2. 健忘，记不起钥匙放在哪，记不起刚想要做的事，也记不起最近发生的事，但常想到过去久远的事情，甚至记不起家人的姓名。记忆力的衰退很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最初症状。3. 行走，老人痴呆患者往往走路速度也会比正常人缓慢。有研究者表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行走的速度会比成年人正常速度慢大约 14%， 这是由于大脑疾病造成人体肌肉运动困难。4. 嗜睡，一个成年人正常所需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但若特别的嗜睡，那么可能预示大脑健康出现了问题。2. 预防大于治疗，如何做最有效？想要预防阿尔兹海默病，多做对大脑有益的措施是预防的基础。1. 勤用脑，俗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大脑越用则越灵活。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度和兴趣性，多进行一些开动大脑的活动和游戏，训练认知的能力，可以延缓大脑的衰退进程。2. 合理膳食，饮食方面的调养要以大米、面粉、玉米或者是小米为主食，减少高蛋白的摄入，多吃不同种类的蔬菜水果。脑细胞只能以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早餐对于脑细胞的合成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能不吃早餐。3. 心态平衡，老年人一定要有开朗的心态以及乐观的心情，千万不能有一些悲观的心态，这对于有阿尔兹海默型痴呆有着很大的威胁。4. 适当运动，慢跑或者是游泳都是不错的选择，建议日常坚持适量的中强度有氧运动。手的运动也很重要，常做一些复杂精巧的手工会促进脑的活力，积极参加社交活动，避免一个人独处。为什么我们要从手指操来开始呢？因为我们说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每一块肌肉，在我们的大脑皮层都是有一块映射区的，我们手指是在大脑映射区的面积是最大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实质上我们说大脑对于我们食指的支配能力是最强大的，所以我们平日里可以多做做手指操来调动我们大脑进行更好的工作。这里我们可以做做大拇指绕圈，因为这个拇指在大脑皮层的映射区，相对于其他8根手指来说，它的区域是最广的，我们大脑的联系也是最紧密的。动作很简单，大拇指做简单的绕环就可以了。你可以顺时针绕环，也可以逆时针绕环，其余的4指是不动的，就是大拇指动作。当出现记忆受损、经常迷路、情绪失控的症状时，要及时的做检查，这可能是大脑给出的信号，希望你重视。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